大家好，欢迎来到大雁 Talk 频道。今天来聊一个城市，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台北。我去到台北，应该是在10年前吧，大概是在10年前左右这样一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到了台湾，也是第一次到了台北。那么，台北给我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呢？嗯，我只能说印象很深。然后，如何用一个词、一句话去概括，其实还蛮难的。我记得当时，到台北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正值台风天气，好像是台风刚要登陆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想象那时候就是那种台风天快来的时候，那种乌云厚厚的、漫天的那种乌云，然后很低很低，就是那种氛围，就是就是乌云压顶那种感觉，然后有一点点的阳光从那个乌云的缝隙里面照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看过这样的一个天气的状况。我知道我不知道中国其他地方哈，就是中国大陆的其他地方有没有啊、这种感受的这种，我不知道哈，不敢说。但是就我自己的感受，好像不多吧，有这种地方的这种气候的地方不算很多。所以我也在想，当时从大陆的其他地方过来，甚至更早几百年前从福建过来的那些就是那些人他们顶着当时的那样的一个航海的条件登陆到这个地方，我觉得那肯定是需要具备一定的素质就是对我觉得应该是要有吧。对，因为这毕竟是在一个岛上，一个大洋上的一个岛上，然后经常有那种剧烈的台风，我觉得是很多内陆的孩子或者人们，他可能很难感受到的那种感觉就是还蛮强烈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因为当时天气就挂在天上，我一眼就看见了，蛮震撼的。然后第二个印象呢，就是你知道吗？在台北哦，就是有很多地方，你可以很强烈的感觉到一种文化的那种感觉，文化底蕴的那种感觉。你比如说，嗯，就是他们很多路比如忠孝东路好像还有什么仁义路还是什么，就是很多的这种中华文化的这种千年的传承的痕迹在里面，就是你可以感觉得到，甚至你看到那个101大厦，就是101大厦的那个造型其实看上去很现代，因为那个基本上是一个摩天大楼，玻璃幕墙，但是你去细的去看它很多细节，它很多符号，那都是东方的中华的这种文化的这种简化的过程、提炼的这样的过程它呈现出来的一个就是现代化的一个结晶。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厉害就是非常的，就是它既有就传统的东西，同时又有现代的东西，而且他们就是并不违和，就是很自然的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台北它的这种浓郁的这种文化底蕴你还可以看到很多就是那种古建筑就是特别是那种闽南风格的这样的古建筑就是那种庙什么的，就是很常见，而且基本上那个造型跟福建的那个造型都非常像就是没什么区别
然后但是你同时也看到很多很现代化的这样特别是在101大厦边上的这样周边的这些区域，就是有很强的这个文化底蕴的感觉。当然你要去说它台北有多繁华，其实还好。这个客观的说，其实繁华程度我觉得还好。跟很多大的城市，如果只是从高楼大厦的那种直观的繁华来讲，只能算中等不算是很高。这个就跟很多地方不能去比较。但是就是我觉得它的文化的程度其实是很多城市我觉得要找到像这样的城市也不多吧，不能说没有，也不多吧。就是这种现代跟传统的结合的非常好的城市，其实是并不多的。这是一个点，就是它的文化底蕴其实是非常足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有这个日据时代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在里面，这个另外再说。然后还有呢，第二个印象就是文明、干净，就是你去看它那街区不管是因为台北并不是说就是到处都是那种非常繁华的地方，并不是这样的。它其实是有比较传统区域的街区有殖民风格的这样区域的地方，有现代的地方，有比较传统的有点类似这种闽南风格，或者是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不同的点，但是呢，它很相同的点就是都很干净就是整个城市非常干净不比日本差，真的不比日本差。就是日本是很干净，但我觉得台北一点也不差，反正也是非常干净。然后所以就是干净整洁，这个是肯定的。另外一个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接触就是很文明，就是基本上你买任何东西，他都跟你说谢谢谢谢，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是你要谢谢他，他也跟你说谢谢，对对，就是很文明，人跟人之间就是有那种很温暖的那种感觉这个是感觉蛮强烈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很多地方都没有到这种程度啦，就是你说日本有吗？好像我觉得还是台北厉害一点吧。我就是在这一块上，我觉得就是人跟人之间就是那种很温暖、很舒适的那种感觉然后人的素质也很高该排队的地方排队，该做什么，就是包括互相的沟通，我觉得也都是挺好的吧。反正也没有，你要知道台湾人吵架对，就是就还蛮温和的，就是当然可能我们怎么这样呢？就是 get 不到他那个生气的那种感觉吧，就是对，但是确实是给我感觉，至少我直观的感觉就是还是蛮文明、蛮温暖的这种感觉这个就是一个点。还有呢，就是第三个点就是他们好吃的东西真的很多真的是就是你要知道他们就是你要吃点好，就是我记得我那段时间好像基本上嘴巴都没闲着就是各种小吃轮番吃，知道吧？就是哎呀太好吃了。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他们有很多很好的这样的夜市比如说士林夜市，还有个什么师大夜市还是什么东西，我现在有点记不清楚了就是好像有一个什么，反正就是好多夜市。然后呢，那些夜市呢，就是它是一个一个小摊子在那个路上，就是慢慢排开，然后很干净就是不要以为说那种出摊的就好像比较脏，不是，他们还是很干净的，就是这一点还是延续的他们的一贯的做法。他们干净不只是说地板上干净就是他们在做这个做饭整个这个都是非常干净的。所以饮食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蛮健康的吧。所以这一块就是还蛮吸引人的，就是
台北好吃了很多哈，包括还有那个对我很喜欢吃那个鼎泰丰就是就好多地方都有嘛，就是台北很多区域都有鼎泰丰，虽然稍微有一点贵，相比夜市来讲稍微有点贵但是还是可以品尝一下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了哈。然后呃，鼎泰丰算什么菜？淮扬菜吗？还是算什么？就是它的根的细到底是什么？我现在有点记不得了但是确实还是不错的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有些奶茶就是各种各样的奶茶，就是变着法子奶茶王国嘛。就如果你喜欢喝奶茶的话，我觉得就是那里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炸鸡排是吧？就是鸡排饭。对，我讲到流口水啊，就是他们有那个叫什么台铁是吧？台铁便当是不是？那个就是很便宜，但是很好吃，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台湾的朋友现在还有没有那个台铁便当，或者说还有没有那么好吃？我记得我当时觉得哇，这玩意儿真的是太好吃，而且很便宜啊！你要知道，它那个叫台铁便当就是便当类的不是什么大餐，但是真的很好吃所以美食对，真的是台北觉得值得一去觉得是吃货的天堂我觉得很多很值得去吃一趟就是我现在因为就让我想，我现在能记得，就是很清楚的记得这几点。当然，台北其实我觉得一期节目是肯定讲不完的，因为台北的内容其实是蛮多的台北承载的文化各方面其实是很多的我就先讲这3点，那也是我印象比较直接、比较早，就是很明显的一种能够感受到的点就是对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后面的对，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再见。